怎么又是你们啊？一个大床房，结婚证啊？没带，我们就用身份证。我告诉你，我们俩是合法夫妻。合法夫妻？你们俩，可怎么看也不像合法夫妻啊？怎么证明啊？啊？哎，哎喂你，哎，哎我你们俩在干嘛呢？报警吧。你说，我们为什么每次都非要住这个酒店？为什么每次都会碰到那个特讨厌的人？那特讨厌的人每次都不让我们住，你说这是为什么呀？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呀？我知道你要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这叫什么？这叫夫唱妇随。你觉得我是大丈夫？刚才我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个小男孩。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个小女孩。小女孩，如果我以后犯错了，你就打打我，骂骂我，还要亲亲我。小男孩，以后我要是犯错了，你就打打我，骂骂我，还要亲亲我。我吃醋了，我难过了，我害怕会失去你。我吃醋了，我难过了，我害怕会失去你。不如趁着月黑风高夜，咱们俩再做一次吧。你听我说，宝儿。做完了再说。别动，别动。我们俩早点回家吧。别动，太晚了，阿婆会等着急的。我们俩下次还要再求阿婆帮忙呢，好吗？回家吧。爱你。你要再这么说，现在就回不了家了。爱你，爱你，爱你。这是婚后我们俩第一次争吵，却以更甜美的方式化解了矛盾。可是我的心里隐隐不安。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嫁给了比自己小6岁的男孩。未来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去面对，还要感恩。佳明，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能爱我几年，那将是我的幸运；如果你能爱我一生，那将是我的命运。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依然感谢你，在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候，遇上了最好的你。
等会儿。这天儿还不错哈，本来说还有雨，天气预报说了。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是啊，现在什么都不靠谱。建议报告出来了。哦，谢谢啊。你看吧，看完了告诉我就行。我不用看。喂，佳明，你干嘛呢？我在爸这儿呢，我带毛毛来看看爸爸。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敢先斩后奏呢？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毛毛那么小，你带他坐那么长时间的公交车啊？你放心吧，没事儿，东西我都带齐了。毛毛现在在姑妈那儿呢。啊，你等会儿啊，爸跟你说。喂，哎，小强，你别怪佳明啊，是我让他把毛毛带过来住2天的。你姑妈说怕你太累，要帮着你带2天孩子，怕你不同意嘛，所以没告诉你。哎，你放心吧，你姑妈带孩子有的是经验。哎呀，姑妈带毛毛，我当然放心了。我是不放心鲍佳明。你晚上别跟他喝酒啊。你看，我把他留在这儿，那就是想让他陪我喝一杯嘛。那正中他的下怀，你等着他向你告状吧。怎么？你们俩有事情了？你晚上别主动问他，听他要跟你说什么。肯定是你又欺负他了，你不许欺负他啊！佳明啊，人不错的，给我买了台电脑，正装呢，说以后啊，哎，咱们就能那个什么，视频通话了。哎呀，爸，这个女婿算是被你给挑着了啊！你们俩就好好聊啊，我挂了啊。来，过来喝点茶。爸，有件事儿我得跟您道个歉。我妈去过上海啊，我知道了啊。后来你和你妈又一块儿回了一趟老家。小强都跟您说了。是他张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你呀，你太不像话了，你自作聪明。有的时候啊，这方法不好，它也不会有好结果。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不过这事儿我是做的不对，对不起啊，爸。哎呀，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说呀，你爸爸妈妈一定很伤心。我爸他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我妈。不急，啊，慢慢来。那小强是个什么人，你还不了解他吗？日子长了，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接受的。
你不知道我妈她多不近人情，要不然5年前我也不会离家出走。不能这么怪自己的父母，啊！这人跟人呐，要是不接触、不交流、不沟通，那中间老也隔着千山万水呀。可要是有机会能够相处在一块儿，这日子长了，谁是个什么人，一清二楚，是不是？啊，我呀，给你爸爸妈妈准备了一点崇明糕，是我和你姑妈亲自做的，抽空啊给他们寄去，让他们也尝尝。这个糕啊，和那个高，它是谐音，步步高，多吉祥。行，我一会儿就去叫快递。哎，就算你父母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小强，没关系，来日方长，细水长流。还有什么能够撑得过时间？啊，这人跟人之间，他有什么？他能挡得住真情？是不是？耶，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啊，有点累了，我就先回来了。面煮好了，吃碗面上去。不吃了，您吃吧。光耀啊，你是不是跟兰心闹别扭了？没有。那就好。儿子，你已经是二婚了，真要有什么，你忍着点儿，让着点儿啊。没事儿。您叹什么气呀？我总觉得兰心这个人呢，太难搞了，他心思太鬼了，怎么样我都觉得他比不上于小强。我们俩都走到这步了，你就别说这话了。那怎么的？就让这些话在我肚子里头烂了？你是我儿子，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去？我懂。哎呀，都怪我不好，我不应该答应你们结婚的。我就光想啊，只要你过得好，你幸福，我能抱上孙子，我何苦当个绊脚石？可是现在看看兰心这个人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阴暗了。怎么能拿个剪刀去剪一个小婴儿的头发呀？太损了！他这么做是不对，但这事跟您也有关系。您说您干嘛非要做那什么亲子鉴定呢？哎，我可没有让他去剪人家小孩头发啊！而且讲到这件事儿，我还觉得真悬了。你想啊，他先说是剪了孩子的头发，紧接着呢说头发掉了，这不就做不成了吗？他来这一手啊，就活生生断了我们要做亲子鉴定的路啊！莫测高深呐，我还真搞不懂啊。是，我想抱孙子没错。我这几天思前想后，我这个心情就好像坐过山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难受。你说我图的什么呀？你挣这么多钱，我辛辛苦苦的守着这个房子，不就是指望将来能够多留一点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吗？中国人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你也安慰安慰我呀！我说了那么多，我心里头委屈啊。
哎呀，我心里头也委屈。那你跟妈说呀，啊？你看看那个，基因鉴定，谁的？老刘啊，我们刘家有后，光耀有孩子了。你要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托梦给我啊，老刘啊，我想你，我想你呀。你好，于小强，怎么有心情请我出来聊天啊？你少废话，赶紧坐吧。哎呀，怎么一来就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儿啊？我们本来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因为你要攻击我，你要挑战我，为了保护我儿子，我只能回击你。我问你，你那天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去剪我儿子的头发？谁说我剪你儿子头发了？你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儿子才刚过100天，你怎么下得了手呢？你真的是太可怕了！万一你的剪刀扎到我儿子的脑袋，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就是坐牢，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于小强，我根本没有剪你儿子的头发。我承认我对老刘和我婆婆撒谎了，请你相信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可以回去看看嘛，看看孩子的头发有被剪过的痕迹没有。你还可以找警察来调查调查，或者找一个什么权威机构去鉴定一下。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可以吗？你既然没有做，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因为我婆婆一直想搞清楚那孩子是不是刘家的。我只有骗她说剪了头发拿去做亲子鉴定，然后告诉她不是，她才能断了这个念头。我这么说，你总相信我吧？我怎么那么恨你呢？你真的是机关算尽。但是我告诉你，兰心，人算不如天算，假的永远也掩盖不了真的，事实就是事实。我可以受你们的侮辱，但是我儿子将来还要长大成人，立足于社会，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头顶的这些谣言、灰暗的生活。所以作为母亲，我有责任为我儿子做一件事情。我跟刘光耀还有我儿子去做了亲子鉴定，亲子鉴定报告就在刘光耀那儿，你回家就可以看到。还有，请你转告刘光耀，不管他们家对我儿子以后有什么想法，都希望能尊重我们的离婚协议。过去的对与错都已经过去，请尊重现在的生活，你也一样。我儿子现在姓鲍，永远也不会姓刘。想不到于小强会拉你去做亲子鉴定，现在证明孩子是你的，不摆明当初我们冤枉人家了吗？哎呀，早知道离什么婚呢？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事儿
要不要跟兰心说？哎，别，千万别啊！不过他以前倒是说过，如果我们要回孩子的抚养权，他支持。哎呦，傻儿子，他的话你还能相信呢？当务之急，反正就是2点：第一，先别告诉兰心，省得她闹事儿；第二啊，稳住小强。反正孩子已经证明是我们家的了，咱也不急，慢慢跟他磨啊，想办法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但小强的个性，也不是这么轻易就会答应的。我们得准备做持久战呢。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后悔药也来不及吃了。现在呀，你就赶紧让兰心怀孕生个孩子吧，哎，这样她心里平衡一点呢。啊，对了，不要再吃避孕药了啊。避孕药？兰心跟我说的，你们不是在避孕吗？什么年纪了？像我兰心一向心高气傲，一帆风顺。我堂堂海外归来的高级设计师，我居然会败在一个家庭主妇的手里，太狼狈了，太狼狈了。你呀，就是喜欢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看遭报应了吧？什么叫报应啊？你别不相信，这世上还真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你要是现在想扭转局面的话，应该也还来得及。那怎么扭转？他们都不相信我了，要不然也不会背着我去做亲子鉴定。那还不是因为你撒谎在先？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弄丢了头发？那我现在怎么办啊？你现在2个选择：一是继续隐瞒，2是说出真相。我怕说出真相，就会失去我来之不易的家。我怕让他们知道我生不出孩子，我的未来就更不堪一击了。我怕于小强和他的孩子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可是兰心啊，你越是害怕，越不能逃避呀。你就说出真相吧，好不好？要不然你会更加难过，更加崩溃的。你。哎呀，你慢点儿。小强跟我说了，不让你多喝啊。他是怕我借酒消愁。借酒消愁？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有什么愁啊？也的确没什么，都过去了。这个可不像你包家明的个性，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心里藏着事喝酒，这酒可喝不痛快。爸，小强有没有跟你说他和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的事儿啊？有这事儿啊？我明明知道毛毛是他们生的孩子，可真去做了亲子鉴定，我这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我就感觉他们是原装的，是原配，我倒成了局外人了。后悔跟小强结婚了？那可没有。那就是感受到生活的痛苦了。我是害怕。你怕什么呀？你怕他们刘家把毛毛带走？毕竟他不是我亲生的。可是，他们能把你对毛毛的爱也一块带走吗？当然不能了。这不就行了吗？啊？知道，我知道你对毛毛有感情，大家全都看在眼里。
小强他心里能不清楚？他为什么带毛毛去做亲子鉴定？这个，你替他想过吗？我的女儿，我了解，她绝不是想让毛毛认刘光耀这个亲爹，她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了，这一辈子，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亲爹是谁，这亲爹也不敢认自己的孩子，那这对谁都不公平。你说是不是？哎，佳明啊，我知道你心里痛苦，可是啊，这一个男孩要想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他就必须接受生活的痛苦，就这样，他才能慢慢的变得强大，才能懂得承担，知道包容。老实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内心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怕我做不到你说的那种大度。慢慢来嘛。以后啊，心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到这儿来，岳父陪你喝个痛快。那小强该不痛快了。那没办法，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他们女人理解不了。岳父，敬你一杯。哎，别，小婿敬岳父一杯。妈，回来了啊？吃了吗？我在外面跟同学吃过了。下回不回来吃饭呢，先给个电话。哦，光耀呢？在楼上呢。那我先上去了。妈晚安。回来了。还没睡啊？是在等我吗？看会儿书。你这在外面也忙活一天了吧？赶紧洗洗睡吧。我也困了。我一回来你就困，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想工作上那点事儿呗。工作上的事儿，你什么时候烦心过？你就是不想跟我说话。人都说了，这夫妻之间呀，如果什么也不说，时间长了，就真什么都不想说了。你想太多了。我想太多了。那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你会认为我会多想，要不然，你怎么会说我想太多了呢？什么乱七八糟的，跟绕口令似的。哎呦，早点睡吧。我先睡，明天我还得早起。像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一个人最后都孤独。爸，佳明把电脑给你安好了，你会用啦。快把毛
看一眼。怎么了？发什么呆？哦，哎，阿才啊，我跟你说呀，我刚才啊，按照佳明教我那个方法，我把那个按钮这么一摁，你儿子又不见了。哎呀，不是啊，哎，那里边啊，突然出来一个女的，冲着我笑，哎，还喊了一声爸爸。于小强。他就是于小强。哦，对。他还让我把毛毛抱过去给他看看，哎呀，把我吓坏了，赶紧把电脑给关了。我说的对吧？丑吧，难看吧，老吧，和我儿子站在一块儿，是不是很不般配？你呀，说话别那么刻薄好吗？本来就是嘛，离了婚，带个孩子，和小明还六冲，这是什么嘛？我是不可能心甘情愿的。我现在成天想的。就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保佑保佑吧，保佑保佑他们早一点分手，保佑我儿子早一点重回家园吧。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呢，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啊，第一，你儿子有下落了；第二呢，儿子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来问候问候；这第三，他现在呢，有人看有人管，再也饿不着了。鲍有余，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为于小强鸣不平。哼，你别想着你做好人，我做恶人，我们两个是一条战线的。像于小强这种女人，我怎么可能认呢？我堂堂于阿彩的儿子，又不是捡剩菜剩饭的。呀，越说越离谱了，嘴里边还是积点德吧。我还真告诉你，那个电脑你不会玩，你就别玩了。别哪天你冷不丁的一打开，那个于小强砰的又跳出来叫你声爸爸，你要是答应了怎么办呢？我的儿子，我就是骂死他，他还是我儿子。我说过的话，我还可以收回来。别人就不一样了，你答应了，你后悔都来不及的。没那么可怕。那，我告诉你，这电脑我还是用的，这可是个好东西，最多。视频我不打开吗？阿彩啊，你想过没有？要是他们俩一直这么好下去，我们俩不认，恐怕也没用啊。我还真不信了，我就不同意，看他们怎么办。叔叔阿姨，我发了几张佳明最近的照片，你们一定很想念他吧？放心吧，他挺好的。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一起回老家看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谢谢啊，再见。鲍先生你好，我是于小强的爸爸于建国。我和我妹妹打了一点我们崇明的米糕，它是按糯米8分、白米2分的比例搭配的，再经过浸泡、打粉、和料，然后蒸熟，一点点心意，不成敬意。好嘞，谢谢啊，慢走。于先生，我按你寄件的地址给你寄去茶叶，也是我们安徽特产。你赠我米糕，我回礼茶叶，君子之交由米糕的糯香
也有茶叶的芬芳。张阿姨，院长同意我回来上班了，谢谢你。谢我什么呀？你在这儿工作认真负责，大家都喜欢你呀，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嘛。我在这儿一步一步能走到今天，多亏有你了。哎呀，那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呀。你看你吧，在家里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又刚生完孩子，现在想回来工作，阿姨真的很佩服你。不过阿姨提醒你啊，你想要在这儿更好的发展，还得到外面去多学习学习。我现在孩子太小，我自己岁数也大了，我还能学得进去吗？怎么不能啊？当年啊，阿姨带着芳芳3班倒，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呢。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嘛。活到老学到老。老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哎呀，你快点切，我腰都做酸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不会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吧？带你一起去读书，算是惊喜吧？啊，干嘛？你要摔死我啊？读什么书啊？我在网上查了，成人教育学院有一个短期培训班，我现在带你去报名。我学行政管理，你学市场营销。哎呀，我抽你一下啊！啊，咱俩手牵着手走进了教室，你坐在我的这边，我坐在你的这边。你递给我一块橡皮，我递给你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可以做我的初恋女友吗？”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你听好了，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你学的是市场营销，我们俩不同班也不同桌。那我们可以一起先学行政管理，再一起学市场营销吗？不行，我们是去学习，又不是去玩儿。那我不学。你敢？一块儿学多好呀！万一你考试不及格，我还可以帮你呢。我为什么考试不及格啊？哎呀，这年纪大了嘛，读起书来就比较吃力嘛。报佳明！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都是笑的日子，我们互相给对方惊喜，我也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了。现在社会上都在讲公平，可是讨论公平不能泛泛而谈，必须放在具体领域，结合具体问题来分析。比方说，有的领域潜规则比较盛行，有的人钻空子搞门道一夜暴富，有的人靠劳不招聘捧上了铁饭碗，还有的靠拼爹获得了火箭式的提拔。求人的事屡见不鲜，不论是升学、看病、生孩子，还是办企业、上项目，很多都得走关系、靠背景。具体到每个人呢，如果你到某个单位上班是靠关系进去的，那么你就别谈什么公平，因为这本身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是靠自己的本事进去的，那就是公平。今天真的是好丢人呢。老公，你说我为什么一上课就爱打瞌睡啊？你带孩子太辛苦了。那你怎么不困呢？因为我也是你的孩子呀。孩子啊？再来一个孩子。哎呀，你说我是不是老了？我学不进去了呀？没事，有我在呢。上课的时候我听得可认真了。今天老师说的挺好的。今天讲的什么呀？老师讲的是公平。公平，这一段我又梦游了。老师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讲公平。如果一个人他是凭着关系去到了一个单位，那就没有公平可言。但如果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在这个单位找到了工作，那才叫公平。你讲的真好。哎，那是老师说的。老师讲课，我为什么打瞌睡？你讲的我怎么全都听进去了？因为老师没我帅呀。去你的！哎，你说我提议咱们俩去上夜大还是挺好的吧？虽然我都没有听进去，但是你全都学到了，将来总会有用的。
是我的提议，咱们俩要在一个班上课，没错吧？多亏有你，不然我学费都白交了。你比我年轻，比我聪明，比我记性好。不用着急，回家我给你补课开小灶。你要做我的私人家教吗？那你怎么感谢这个包老师呀？哎呀，姐弟恋瞬间就变成师生恋了。有你这么对老师的吗？包老师，我错了。那你怎么样教育你的学生呢？于同学，我都想好了，我不仅要在学习上关心你，我还要在生活上关爱你。完了。啊？完了。你还想要什么？那好吧，我们快点回家吧。你教我怎么生活吧。哎呀呀，包老师该犯错误了。哎呀，宝宝回来啦！哎呀，大姐啊，昨天把她接回来了。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胖了胖了！大姐也讲啊，这个带小子还是他姑妈带的好。哎，对呀，老人有经验嘛。怎么，你要出去啊？哦，就带他到前头那个公园去晒晒太阳。对对对，今天天气好，晒晒太阳去吧。路上小心一点哦。好的好的好的。阿婆啊，你拿着东西上楼梯的时候也小心点啊。好，知道知道。阿婆，我走了啊。哦，早点回来。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哎，小强，毛毛呢？小管带着出去晒太阳了。哎呦，真不巧。你看家里什么都有，你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一点心意嘛。要不我坐着等他一会儿。你要喝水吗？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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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强啊，小管带孩子行吗？那么年轻没经验，我还真不放心呢。他挺好的，他帮了我不少忙。小强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呢？没困难，真的没困难。有困难就跟我说，毕竟我是孙子的奶奶嘛，又不是外人。啊，爷，来，坐，我们俩聊聊嘛。啊，小强啊，那个，光要把鉴定报告给我看了，我收起来了。以前冤枉你了，过去不说了。我要说的是，谢谢你啊！你还愿意主动去做亲子鉴定，我非常感激你。我们刘家终于有后了，我也对得起光耀死去的爸爸了。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吗？毕竟名正言顺了，是不是？我是想说，你忽然来，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是想啊，那个，你要是孩子带不过来呀，我可以帮着带的。光耀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有经验。您现在年纪也大了，好好享享福吧，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最要紧。我每天都锻炼的。我的身体你不知道吗？我身体好得很呐，
尤其要带自己的孙子，我浑身都是劲儿。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自己带的。哎，是，哎，那个，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吗？这奶奶看孙子嘛，天经地义，是不是？也不是。你今天忽然来，我都觉得挺意外的。是，我今天是失礼了，没打招呼就来了。可是既然已经来了，以后再来就不意外了，是吧？我的意思，你一下说要常来看毛毛，我没有心理准备，这个我也得跟家里人再商量一下。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是奶奶，他是孙子，我们有血缘关系啊。再说了，哦，不让奶奶看孙子，这要传出去，人家说你于小强不通情理的。好了，毛毛既然不在，我就先走了啊。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吧。哎，这点东西算什么？我所有的财产给毛毛，我都愿意啊。好了，不吵你了啊。小管呐，小管！哎呀，阿姨啊，带毛毛晒太阳啊！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哎呦，阿姨，你气色真不错啊！那当然了，心情好嘛，都有孙子了。哎，阿姨啊，大姐讲了，这个孩子啊，谁都不能抱的，谁都不能抱的啊！你紧张什么呀？我刚从他那儿来，他答应的。他答应的啊？做奶奶嘛，抱孙子不天经地义啊！来，拿着啊，来帮忙啊！哎呦，宝贝儿哎，你醒啦！哎呦，你看看多精神呐！哎呦，我们这多帅呀！哎呦呦呦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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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看长得多好，来盖盖盖！哎呦，你不知道啊，他跟光耀小时候可像了。哎呦，吵你了啊！奶奶把你吵醒了。哎呦，好，哦，笑笑，哦。哦，哎呦，你看多乖呀！哎呦，要叫奶奶吗？你有没有叫奶奶呀？哎呦，你看长得多好！拿着，睁开眼睛看看奶奶。阿姨，你把孩子给我吧。我们回家了。小强，我抱抱孩子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这样呢？走啊！哦。今天真的不是我让他抱毛毛的，他讲是你答应的，所以他一跑上来他就抱毛毛，我都吓死了。还好你来了，不然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跟你没关系。哎，小款，这事千万别让佳敏知道了啊。哦，大姐，有句话我不晓得当讲不当讲。高红阿姨之前是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她毕竟是毛毛的奶奶嘛，奶奶抱抱孙子，也是天经地义的嘛，对吧？老张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个性倔强，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求你帮忙的。怎么了？今天我抱孩子抱得好好的，于小强一来，二话不说就把孩子抱走了，这不摆明了告诉我不能靠近孩子，不能抱孩子吗？老高啊。离婚让于小强真的很伤心。你们那会儿指责孩子不是老刘家的，这不等于断了跟孩子的联系吗？现在做了亲子鉴定，就要把孩子要回去，这世上哪有不付出就要得回报的好事儿啊？
我没有说现在就要抱回去呀，我只是希望能够让我看看孩子，抱抱孩子，我带带孩子啊。是，他们离婚的时候是闹得一塌糊涂的，但是大家都有错呀。再说了，孩子是无辜的，他毕竟是我们家刘光耀的亲生骨肉啊。为什么我一个做奶奶的，我连我自己的孙子我都不能看呢？你不知道，我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份亲呐，那真是血浓于水呀，打心里头亲啊！老哥，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自己的孙子我不能碰，我不能抱，不能看呐。那老哥，你让我怎么帮你呀？老张啊，你跟小强的妈妈是世交，也是你到我们家告诉我小强怀孕的事儿。我请你帮忙，跟小强说一声，允许我去看看孩子，求你了，他听你的。可是之前你们把于小强伤得这么重，这我都知道的。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没有立场。你是拒绝我？对，我得尊重于小强的选择。老张啊，你真是太不通人情了。是我不通人情，还是你们冷酷无情啊？老高啊，你知道于小强生下这孩子多么不容易吗？他是被你们家小三气得早产，差点没命，你知道吗？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人呐都上哪儿去了？可以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于小强更爱毛毛，也没有谁可以不顾及他的感受，把孩子据为己有。如果认为我拒绝你就是不通人情，对，我就不通人情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伤害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对不起了。没想到我妈妈一枪头就把你毁掉了。哎，你那个前婆婆也太势利了吧！现在知道后悔了，之前干什么去了？真是的！哎，我越想越气恼，他们凭什么怀疑毛毛不是他们刘家的啊？现在亲子鉴定做出来了，就是他刘光耀的。估计他现在啊撞墙的心都有呢。自己的孩子不能认，真是活该！哼。可是他妈妈要是一次一次过来看毛毛，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要理他，照样拒之门外。我也这么做了，可心里还是有点不忍。你说奶奶来看孙子，我死活不让，会不会有点无情啊？哎，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他们无情在先，好吧？那倒也是，以前死活不认，现在一下子又热情如火，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再说我也得考虑我们家佳明的感受。佳明对我去做亲子鉴定，心里一直有障碍。本来他一心一意把毛毛当自己的孩子养，你说现在刘家人一次一次跑过来，那不等于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毛毛不是他生的，你说他心里怎么受得了？对呀，包佳明这个人啊，再厚道也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小强，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的，人来了不让看，来了就赶，门都不让进。他像个恶婆子一样的。哎，对待这种人就不能心慈手软的。
哎呀，那你说毛毛要是长大了知道我这么做，怪我怎么办？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做事情嘛老是瞻前顾后的，干嘛呀？你想跟他们妥协啊？哎，别的我不敢说啊，你要这么做，包家明那一关肯定过不了的。不信我可以帮你去试试看呢。我今天又去找于小强了。啊？不是，我想孩子嘛，一个人在家里头憋得难受。那你是不是跟他提亲子鉴定的事儿了？那当然了，我还试探着问他呢。说毛毛能不能让我带，让我养。他一口就回绝了，一点儿也不给面子。您呐也是太着急了。亲子鉴定不能白做吧？那你说孩子还认不认呢？你别问我这个，一问这个我就纠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听我的。你说。第一，找周律师，问他如果小强不让我们带孩子看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做什么准备？第二呢，我们仍旧采取主动，经常没事就到于小强那里去走动走动，软磨硬泡的软化他。第三，给孩子准备一笔钱。包佳明，哎呀，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哎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他刚睡着。啊，睡着啦？我只要一弹吉他，他立马就睡着。我跟你们说，你们还不信？信，这回我眼见为实了，好吧？轻点儿。现在妈妈可听我话了。哎，你猜啊，我一喊他名字，他会怎么样？怎么样？他眼睛就滴溜溜转，到处找我。真的？以后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叫的肯定是爸爸。去，看把你给臭美的！哎，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老刘要过来认毛毛，你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一脚把他踹出去。老刘什么人呀？哦，他以为做了个亲子鉴定，他就可以当他爸爸了。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哪儿啊？小强快死的时候他又在哪儿啊？你让他来试试。姐，问你个事儿呗。那个芳芳让我去他们家见他妈妈，我该不该去啊？什么叫你该不该去啊？我想问你爱不爱他呀？爱，当然爱啊。可我不知道我见了他妈妈，我该说些什么。什么话都别说，就干活。啊？干活？你的准丈母娘看见你喜欢干活，准喜欢你。哦，我懂了。我这么脚踏实地，接着就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张阿姨要是喜欢你，你们俩的事儿就8九不离10了。耶！这样，姐，我先帮你干活吧。不用了，我又不是你的准丈母娘。那如果人家就是想经常过来看看孩子呢？那也不行，一旦松了这个口，以后还没完没了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要是于小强同意呢，他同意他们经常过来看孩子，你怎么办啊？你觉得于小强有那么二吗？如果他同意他们来，这就等于是引狼入室，羊入虎口。那倒也是啊。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如果要问吗？
哦，没有了。你确定于小强没有别的要问了？芳芳，你怎么了嘛？哎，你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却叫我要把你送回家。看我脸上写什么字啊？没字儿，挺干净的。我脸上写了个大大的井字啊！哎呦，我怎么那么二呢我？哎，我都掩饰成那个样子了，还是被包大明看出了我的用意。哎呦，气死了！哎呀，我知道你对于小强好，你真心关心他，但有些事情呢是他们2个人之间面对面谈的事儿，你就不要旁敲侧击了。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啦？什么叫旁敲侧击啦？啊，朋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那何况是于小强的事情，我当然要管的了。好，你都说了朋友的事要管，是不是？那我们俩的事呢？我们俩什么事情啦？不是你说你要带我去见你妈妈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的啦？我怎么不记得啦？上回你就说过的呀。上回啊？上回是什么时候啊？哎呦，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这种事你也能忘啊？你脸上还真写个井字。怎么了？过来。你今儿是不是让芳芳来试探我了？试探什么呀？那些问题是不是你让她来问我的？他问你什么问题了？于小强，你怎么那么能装呢？我装什么了呀？没劲。怎么了？睡觉。不睡，你睡了我怎么睡啊？看来是我想多了。我原本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爱我，你担心我会不高兴，所以呢你就派出了你的闺蜜芳芳来试探一下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怕你不高兴，我才让芳芳来试探你的。我告诉你，今天老太太去医院找张阿姨了，让张阿姨来劝我们俩同意她能经常来看毛毛，结果被张阿姨断然拒绝，所以芳芳就来找我。我就想，反正老人嘛，所以就想让芳芳问一下你的意思。小强，你怎么那么善变呢？一会儿说不是，一会儿说是，这1分钟不到的时间，翻手是云，覆手是雨。你别以为你年纪比我大，你就可以蒙我，那我以后怎么相信你啊？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怎么了？承认了也不对，不承认也不对。翻云覆雨，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可没说翻云覆雨啊。我就是喜欢翻云覆雨。那你翻一个给我看看。我上山是虎，我下海是龙，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哎呀，行了行了，停！跟你说正经的，你要相信我，包家明有能力把毛毛带大，把他养好。你看我啊，多阳光，多聪明，多帅，又有事业心，又有责任感，所以去他妈的老六，我可以把毛毛变成包家明第2。你今天晚上也没刷牙是不是？哎呦妈呀！
喂，120吗？这儿有一个病人晕倒了，赶紧叫救护车！别啰嗦了，芳芳，你能不能快一点说呀？到点儿了，我要给我儿子冲奶了。哎呀，佳明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小强，你们怎么又来了呀？我们来看看孩子，光耀可是第一次来呀。给孩子送点东西。进去进去。哎呦，看到奶奶来高兴了是吧？搁这儿。哎呦，你接电话，我来抱孩子。哎呦，喂，我现在这边有点事儿，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啊。你先抱一会儿，我给他冲奶。哎，好好好，你忙。光耀，来，赶紧抱抱儿子。我不会，别摔着他。哎，这抱着抱着。你儿子，你是爸爸呢，怕摔着，怕摔着，坐着。哎，你看到你吧，一见到你他就笑，这就是血亲呐。哎呦，知道爸爸来了。你别说嘛，长得是挺像我的。是啊，哎呦，你看要跟爸爸说话了，哎呦呦呦呦，哦，你看看，尤其那脑门啊，那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来看这里，看奶奶好吧？哎呦，你看多乖呀，哎呦宝贝儿，哎呦没有叫奶奶呀。那个，我能抱会儿吗？抱着吧，那顺便喂奶，来，给围着啊。你会喂吗？哎呀，喂奶还不会吗？来，小强，我跟你说两句话啊。来，小强拿着。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每个月给孩子的生活费。这个我不要。你看看你，又不是给你的，给孩子的嘛。上次你给毛毛的红包我收下了，这个我肯定不会要，以后的我也绝对不会再要了。把孩子给我。我给孩子喂奶呢。你有什么资格？慢点，刚喝完奶。小强，亲子鉴定咱们已经做过了，我的亲生儿子我抱抱怎么了？你爱人太过分了吧？马上咱们走。我还有话要说呢，你到下边等我。小强啊，我今天跟光耀到这里来，目的非常单纯，就是给孩子买点东西，给孩子送点生活费。怎么了？我来看我的孙子，还得看他的脸色。他谁呀？他是我丈夫，是我爱人，现在是我孩子的爸爸。刘光耀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亲子鉴定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我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们不打招呼就跑到家里来，你要认孙子，他要认儿子。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你们也应该为我想一想。小强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局面。我不是来找麻烦，也不是来吵架的，很单纯，就是想要看看我的孙子，他什么样子，他跟我们耍什么态度啊？啊！我就耍态度了，怎么样？我就是不欢迎你们来。我现在对你就一个要求，马上给我出去。你别这么说话好吗？那你让我怎么说话？他不走，我走啊。你走吧，都在气头上，什么话都别说了，好吗？回去吧，求你了。这个拿着。
要不是为了经常能来看看毛，我才懒得忍气吞声受这家伙嫌弃呢。什么人嘛，简直一流氓，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哎呦，毛毛真可爱呀，真是太可爱了。哎，光耀啊，你抱着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就像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那倒没有，这是你们女人的感觉。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一抱他呀，就感觉这心像化了似的，感觉有我这儿子，我能做任何事情。所以呀，我们一定要争取能常常看毛毛。我恨不得天天都能抱着他。未来等孩子大了，咱要回抚养权啊。我的儿子嘛，当然该我养活。你为什么让他们进来？不是说好了不许他们来吗？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来呀。今天小管请假，我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接电话，门一开他们就进来了。你给谁打电话？芳芳。他们进来了，你不会把他们赶出去吗？你说话呀！我刚进来的时候啊，刘光耀坐在我坐的沙发上，抱着毛毛。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师在教训学生。他凭什么？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毛家明，讲点道理好不好？今天当着老太太的面，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又不是没听到。说这些有用吗？他们今天不是照样还来了？除了今天，他们还来过是吗？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想怎么样，于小强？我想跟你好好过。那你就回答我刚的问题。前2天老太太是来过一次，刘光耀没来，我当时就挺不高兴的，他没坐几分钟就走了。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能瞒着我就瞒着我？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15吗？今天我要是不回来，你这事还想瞒着我是不是？不是。你说话能有点底气吗？我们俩别吵了，好不好？不好。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让芳芳来试探我了。你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你想死灰复燃，你想让他父子相认。包家明，你说这话太无聊了。我无聊吗？无聊。我今天进门的时候，我看你们3个人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什么感受？明明屋子里是4口人。你别跟我说不过你，我不说了。哎，你想怎么样吧？我想怎么样，你不知道吗？来了。呀，周律师。你好，兰心。刘总约我来这儿谈点事儿。哦，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哟，可能是我来早了。没关系，没关系，快请进。好。最近忙吗，周律师？忙。如果连咱们律师都闲得没饭吃了，要么呀，就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了；要么呢，可就是这个世界彻底乱套了。您说的对，请坐，我去给您倒杯水啊。啊，谢谢。不客气。喂，小强，现在？哦，也行也行，那在哪见面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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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见。小强说要跟我单独见个面聊聊。他回心转意了？但愿如此吧。我先给您送回去，然后我去找他。哎，你不是跟周律师有约吗？哟，您要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哎呀，别打电话了，你赶紧靠边吧，我自个儿打的过去告诉他，顺便跟他聊一聊。你赶紧到小强家去。没约到他家，在他们家那边的一咖啡馆里面。
约在外边谈呐？啊，那恐怕没什么好事儿。我们一块儿去。没事儿的，他说了想跟我单独谈谈。哎呀，那不就是谈毛毛的事儿吗？儿子，现在毛毛可是妈妈我唯一的盼头了。你想想看呐，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我多渴望我的孙子能带给我一点欢乐呀！我就怕你跟小强谈崩了，到时候啊就断了我的盼头。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有些话不方便说呀，我可以说，我可以倚老卖老。再说了，我能抓住小强的软肋。啊，我明白，但您去了，他要真误会了，反而不好谈。您放心，我能对付。不好意思啊，周律师，我们家老刘平时很守时的。没事儿，我可以等他的。你说他知道你来，还非要出去，也不知道和老太太去哪儿转了。是不是去于小强家了？是吗？您怎么知道的？他今天约我来，就是要谈谈他想争取儿子抚养权的事儿。我呢，让他先去探探对方的口风。我们家老刘是有这个权利的呀。喂，刘总。哎，周律师，您是不是快到了？我到了有一会儿了。哦呀，真是抱歉，我是临时有点事儿，现在过不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下午见个面。下午不行啊，我2点要出庭。哦，那在哪个法院呢？长宁法院。哎，那正好，我在长宁法院旁边那 Mango Six， 我在那儿跟人谈事儿。那这样，我谈完事儿呢，找您，咱们找个饭店一块儿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行，那咱们中午见。OK。兰心，那我就先走了。刘总他临时有事，我们俩约了在外面谈。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你们约哪儿了？不会耽误你下午出庭吧？不会，他正巧呢就在法院附近那家 Mango Six 咖啡馆，我在那儿找个饭店，就利用午饭那点时间，正好2不耽误。啊，行，安排好了就行。那我送你。对。有什么想法？你谈谈。好吧，我们家不是客栈，你结婚了，我也结婚了，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生活了，不要随便就上我们家来，好吗？我承认我们没打招呼就上你们家，这是我们的不对，我向你道歉。不过，我们虽然各自都再婚了，但孩子毕竟是我们的。我觉得你让我妈妈不去看孩子，这不对。我觉得我们没错。你们没有错，佳明跟我吵架也没有错。你们不能只考虑你们自己的感受，我现在日子没法过了。所以麻烦你转告你妈，以后不要再上我们家来了。这也是我今天约你谈的意思。你这话说的有点没道理。那我妈是孩子的奶奶，那奶奶看看孙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吧？你再说我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你不能把我这个亲生父亲拒之门外吧？你不可能让我和孩子一辈子不相认吧？李小强，你做得到吗？我做得到。我们俩结婚7年，因为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们俩分开。因为你跟你妈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离的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到。我明白，你心里一直没原谅我，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原谅我，那是我犯的错，我来承担。但我今天不想跟你谈这个，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感受。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夫妻，有些话我好像只能跟你说。当我抱着孩子的时候，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血缘关系，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骨肉相连的感觉。
我有点感动。晚了，你知道吗？我都这岁数了，事情也经历了不少，有些事儿也都明白了。别的不说吧，咱就说这血缘关系，这东西它割舍不了。所以我请求你，能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为我的孩子做点什么，能出钱出点钱。能出来让我出点力。我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血浓于水，我也无法改变。我们俩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彼此都让一步。你看这样行吗？我答应你们，1个月来看一次孩子，时间地点我来定，绝不会是在我家里，可以吗？我先谢谢你。不过，我妈那儿我可能不大好交代。你说1个月看一次孩子，时间有点长。你看看，能不能1个月看2回？我答应你。你回来了。你怎么睡这儿啊？我刚哄毛毛睡觉呢，结果自己睡着了。你聊得怎么样？他们以后不会再到咱们家来看毛毛了。有条件吗？1个月看2次毛毛，时间地点我们定。知道了。你就说了句知道了。我是不是还应该说，我同意了？我不应该生气，不该跟你吵架。我爱你。我不是那意思。我刚才家里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刘光耀是你的前夫，我包家明是你现任的丈夫，我何必去跟他争一口气呢？咱们俩现在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不应该天天跟你作对，不然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的前夫的。你去见刘光耀还别个胸针干什么呀？硌死我了！你让我忍耐，我就保持沉默。可是，他们跟孩子做亲子鉴定的事儿，到现在还瞒着我。我婆婆和老刘想要回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背着我进行，他们完全把我当外人了。今天更好了，老刘居然偷偷的和于小强约会，你让我还怎么忍？史兰心，你当初选择了一个这样有婚史的人，你就该知道他不可能是一张白纸，而且他的婚变又跟你有直接关系。我只是不想输。
婚姻又不是输赢，可现在就是输赢。于小强赢了，我就彻底输了；如果我输了，我会输掉全部的。我输不起。兰心，你与其每天想着怎么去跟于小强斗，你真的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可以挽回你婆婆和你丈夫的心，好不好？什么？1个月才让我看2次？太少了，我不答应。妈，这都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才争取来的。我还得去找他，我最起码要争取1周看2次。嘿，我跟您说这事儿啊，您真不能置气。中午我跟周律师聊了聊，我觉得人家律师说的有道理。第一，孩子小离不开妈妈；第二，离婚协议书上我确实写了那么一条，这事儿要硬上反而适得其反。人家1个月2回都不让见了。都怪你！好好的去听兰心的谣言，把家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您说这兰心，我还得告诉您，这周律师可能无意间告诉他，咱们想要回孩子这事儿来了。哦，那他知道你去做亲子鉴定的事儿了？也许啊，反正这事儿咱瞒不住了。我觉得也应该告诉他，毕竟他也是家庭一员。他答应过的，只要证明孩子是你的，要回孩子他支持啊。这。妈，哥呀，你怎么了？我没怎么。上大楼，我跟你谈点事儿。不用了，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正好，我也有事儿想问你。妈不是外人。光亚，坐。怎么说呢？我来说吧，反正迟早得告诉你的。毛毛确定是我们光耀的孩子。您怎么知道的？有什么证据吗？于小强曾经找过我，我们俩去做了亲子鉴定。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为什么要瞒着我呀？我还是这家里的一员吗？啊，你听我讲，这件事情没想瞒着你，你是瞒不住了，你才跟我说的。我问你，今天找周律师来谈什么呀？为什么失约？你去找谁了？去见于小强了，我叫他去的，去谈孩子的抚养问题。妈，这事儿还是我来说吧。孩子确实是我和小强的，所以我们请了律师。我们想呢，首先拿到孩子的探视权，接下来看看能不能拿回孩子的抚养权。那么现在谈的结果呢，是于小强答应每个月让我们能够见孩子2次，就是这样。幽会，秘密约定。光耀，你什么时候也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了？这事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就为了怕你难过才不告诉你吗？你这是干什么呀？搞得像审问一样。于小强就从来没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过话。你别再跟我提于小强了。妈，我知道，您现在确定了孩子是刘家的。所以您希望我忍耐，希望我沉默，这样您就能踏踏实实的做奶奶了，对吗？兰心，别拦着，让他说。自打我嫁进刘家，我就一直在忍耐，
在沉默，因为我知道我该做个好媳妇儿。可是你们在乎过我的感受吗？尊重过我吗？你们偷偷摸摸的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一下？我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吗？你们一起去于小强家，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声？我能拦着吗？去于小强家也就算了，还要偷偷摸摸的和他在咖啡馆约会，你跟踪我，那是你逼的。我如果再无动于衷的话，我就要憋死了。那也是你自找的。兰心呐，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心里明白的很。别的不说吧，就拿剪孩子头发这件事情，你叫我们怎么尊重你，怎么相信你？老实说吧，于小强比你强了10万8千里。妈，咱不提这个好吧？当然要提。一个家还能没有伦理吗？你记住了，这个家只要有我高红在的一天，你就别想骑在我的头上，爬在我儿子头上。妈，你不用这么说，我知道怎么做媳妇儿。那好，你就面对现实：一，你赶紧自己生一个；二，安安分分的当个后妈，没有别的选择。看来，这个家是真的容不下我了。不要，坐下。有一点我想声明一下，我没有剪孩子的头发，我确实动过这个念头。可是最后我没那么做。我是女人，我也爱孩子。我发誓我没有动孩子的一根毫毛。我是剪了我自己的头发，拿给大美做亲子鉴定的。是大美及时制止了我愚蠢的行为，所以我才跟你们说，我把头发弄丢了。他们说，让我回家好好的跟你们解释，跟你们沟通。我多想那样，我多想我们一家人开诚布公的坐在一起，好好的聊聊。我根本不想为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破坏我现在的家。可是我没想到，你们能为了这个孩子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我没想到你会讨厌我。人是相互的，我想做一个好媳妇儿，您是不是也该好好想想，怎么做一个好婆婆？毛毛，这个蓝色的是什么呀？蓝色的是海豚，黄色的是香蕉，这里有一条大香蕉。你别磨叽了，赶紧吃啊！一会儿上课迟到了。我今天不想去了。干嘛呀？我不能把毛毛丢给你一个人。你别找理由。香蕉，香蕉。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呀？我现在上课老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你也知道你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啊。马上要考试了，今天的课很重要。我到时候抄你的不就行了吗？笔记能抄，考试能抄吗？其实你还挺有原则的。反正我今天不想去了。
哎呀，外面太冷了。赶紧起来！干嘛？让我给你点动力。我更不想去了。咱们生日课花了多少钱？我现在就走。我走了。一会儿你收拾啊。待会儿，把嘴张开。啊。好。满嘴的蒜味儿。你喜欢？哎呀，这个不吃大蒜，不懂爱情是吧 ？Yes.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Oh, oh. La la la, la la la. Hey Jude. Boom, boom, oh,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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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do do, hey Jude。喂，没有，我唱歌呢。啊，过来吧。这么晚了，你折腾什么呀？我买了机票，连夜去香港。能不去吗？我想出去透透气。你这么生着气出门，我也不放心啊。老刘，原来我以为我是嫁给你，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嫁给了你和你妈。我也不想你们俩的关系变成这样。我现在只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老太太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咬牙切齿的。她应该明白，如果我们过不下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愿吧。我换件衣服送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哼，走了。啊。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把家当家，说走就走。杨老妈，您也少说一句吧。好，算，不说了。啊，对了，刚才我给小强打电话，他说明天呢可以让你和我去看毛毛。不是刚去完吗？耶，一个月不能看2次嘛。我在电话里呀说服小强了，他还答应我啊，明天算第1次。哎呦，小强变得通情达理呀。行，那我明儿跟你一块儿去。儿子，想点开心的事儿了。出来了！感谢佳明和我的朋友，他们对毛毛无私的爱，让我忘记了烦恼和一地鸡毛的人生，每一天都充满了欢乐。
好，我挂个急诊。什么不舒服？小孩发烧。几点？10点。怎么都过半小时了，小强还不来呀？是的。哎，您说他会不会不想让我们见孩子了？毕竟昨天咱们刚见过。不会的，小强说话是算话的，他就算不能来，他会通知我们的。要不咱到他们家看看去？哎，别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们1个月看2次，你别把他惹毛了。给他打个电话吧。先别打了，这么着，咱们再等半个小时，如果他还不来，咱们走。那怎么行？我们前脚一走，他后脚来了，变我们失约了。这公司还有事儿呢。有什么事儿比儿子的事儿重要？又来了。哎，小强的电话。哎，他为什么？儿子病了，那我们更得过去看看了。好，你等着。走，快病了呢。来，爸爸给你喝水，张嘴，宝宝，张开嘴。谁呀？别敲了。孩子怎么病了啦？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谁也不想让孩子得病。烧多少度啊？39度8。哎呀，作孽呀！脑子都烧坏了。不是大夫怎么说呀？就是普通的感冒，打了退烧针了，吃了药了，烧退下来肯定还得有个过程的。哎呀，你们是怎么带的孩子？怎么把孩子带病了呢？小孩发个烧也很正常，我没有母乳喂养，他肯定抵抗力差一点呗。你们就是不会带孩子，我就说嘛，孩子让我带，你们又不肯。我带孩子绝对不会让孩子生病的。哎呀，毛毛生病了，你是长辈，你说几句我们也就认了。可如果你想借题发挥，提出非分的要求，我们不会同意的。毛毛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负责任的。你负责任？你负什么责任啊？现在孩子病了，你告诉我，你怎么负责？现在孩子生病了，我不想跟你吵架，你们先回去好吗？等毛毛病好了，你们再来看他吧。不行，孩子烧不退，我不走。你这是无理取闹是吧？这是我家，请你们出去，把毛给我。你这什么态度？哎，你看见没有？孩子都带病了，他还这么嚣张啊！你们别在这儿闹了，行吗？谁也不想让孩子得病。我已经让你们进门了，孩子你们也看到了，现在让你们走没错吧？你们就是不会带孩子，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他怎么带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天天要来看毛毛。那我肯定不会给你们开门的。我告诉你们，1个月看2次已经是我的底线了。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得重新商量一下。没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你们再纠缠，1个月看2次，你们想都别想，你们信不信？今天晚上让周律师无论如何到家里来一趟，我要跟他好好谈谈。老公，对不起啊，你别生气，他们是挺烦人的。毛毛的伤好像退了。退了，不烧了，出汗了。今天晚上要是不烧的话，明天就没事了。吓死我了！昨天都怪我不好，我跟小琼他们玩的太厉害了。今天看着他生病，我心里特难受。这病应该我替他生啊。傻孩子，下次我们注意点就行。哎，今儿高红太过分了，以后还不知道他会找什么理由跟我抢孩子呢，我可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要回孩子的抚养权了。孩子现在是哺乳期，无论如何呢，于小强都是他的母亲，只要他不主动放弃，基本上没有可能。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适合打官司要回抚养权呢？最起码等到2年以后。啊，还得等2年呢，我1分钟我都等不及了。而且，就算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建议协商解决。万一我等了2年，他还跟现在一个样，我不白等2年呐？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于小强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离婚协议书中定的那条刘家人永远不得与孩子往来，他已经没有咬得那么紧了。说明你们这段时间的努力还是颇见成效的吧？相信通过不断探视、联络感情，等孩子长大之后呢，再逐步的提出抚养权的要求，才更现实一些。不就是2年吗？我们等，好吧？反正是我的儿子，我是一定得要回来的。到时候协商呗，实在协商不了了，那就打官司。我还是那句话，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上法庭。是。毛毛烧退了，吓死妈妈了！不要再吓唬妈妈了哦。毛毛，看小鸟，看到了吗？在那儿小鸟，哎，让你看哪儿呢？哎，你怎么来了爸？毛毛，外公，外公，外公啊！快进来。哎呀，外孙子生了病，你还不允许外公来看看呀？啊？都好了，烧都退了。对了，佳明跟你说的呀？哎呀，你婆婆打电话告诉我的。电话里没少骂我吧？这回连我跟着一块遭殃了。这次毛毛病我们也给吓着了，我们带孩子也没经验，下次一定要当心，要把毛毛带好。知道当妈不容易了吧？啊？你小时候一生病，你妈就整夜的陪着你不睡觉。等你病好了，你妈倒累倒了。你身体没问题吗？我好着呢，壮如牛。我婆婆还说什么了？她说你不让他们来看孩子。她怎么这样啊？以前我是不同意她来看，现在都让她每个月来看2次了，他们还想干嘛呀？你也别那么想，不管怎么说，她是毛毛的奶奶，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你不知道，他们想着最好能把毛毛给带走，一口一个刘家的孩子，刘家的孩子，把佳明气得都要跟他们打架。哎呦，这个佳明，是没想到，他跟毛毛这么有感情啊！哎呀，现在这年轻人里边，要挑出个跟佳明一样的孩子来，那还真不容易。行了，你嫁给他，我这心呐，算是彻底的放下了啊。佳明人呢？啊，上班去了，早上死活不肯走，说不放心毛毛，让我给骂走了。这孩子啊，厚道。对，他爸爸看上去也是个好人。你见过他吧？那倒没有，但是这父母好，孩子才好嘛。啊，像你这么善良，这别人在背后还不知道怎么夸我呢。哎呀，啥事都跟你扯上关系。你老实交代。不瞒你说，我和他爸已经联系上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这是我的私生活。呦，可是他们家人到现在都不认我。别着急，慢慢来。他们呀，特别牵挂佳明，把他的前途看得特别重，
就生怕他儿女情长的把事业给耽误了。你呀，得在他事业上面多帮助他，多鼓励他，让他取得一点实实在在的进步。啊，你这样，日子一长，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爸爸妈妈肯定会接受你的。你相信老爸的话。我当然相信。他们关键不了解我，他们跟我一接触，肯定会喜欢上我的。哪天佳明带我回安徽，我一定会对他爸妈好，比对你还要好。那你就不怕我吃醋？你想吃就吃吧。这孩子。佳明，那你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呀？你是说现在吗？对呀。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实现了。是什么？娶你。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没了。难道你还想我娶别人吗？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呢？虽然我们俩现在过得挺幸福的，但是我们将来能不能再多挣一点钱？就是在事业上还能不能有点追求？你的意思是说，我在事业上有没有什么理想？啊，对啊。没了，我事业上的理想也实现了。我现在电脑公司的工作很稳定。我是想说，小人物也应该有梦想，梦想是美好的。我是小人物。我们都是小人物呀。明天要比今天好，就像今天一定会比昨天好。以前我们两个人都是孤孤单单的，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相亲相爱了，对吧？因为呢，你还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应该再奋斗一把，加油，佳明。睡着了。晚安。其实我的理想也实现了，就是嫁给你。这就对了。你刚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我要给你一个坚实的肩膀，给你依靠。我要给毛毛一个大大的怀抱，给他温暖。我要让你们有安全感。啊，老公。啊？我更崇拜你了。嗯？你想的这个理想比我想的要高。哦。你的理想实现了。我知道。我比昨天更爱你了。哦，天哪！我可以睡觉了吗，于老师？很好。拍一拍，睡着。于小强，你快点啊！一会儿又迟到了。知道了，来了。哎呀！毛毛吃早饭呢？哎呀，吃玉米呢，好吃吗？你别管他，你自己坐会儿，坐下来赶紧吃。哦，我来不及了，我吃一个红薯就要开始了。你不能老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吃个包子吧，来。我昨天晚上吃多了，我吃个鸡蛋吧。行吧，你吃个鸡蛋。妈妈坐好。来。鸡蛋越放个生抽就好吃。你别吃那么多酱油。炸破了都。
哦，我的手机。你看看你妈啊，我把手机都给忘了。来，把这。来不及了，我走了。亲家，我走了啊。你把蛋吃完行不行？好，你走吧。慢点儿。于主管早。哎，小林早。你好，我是 Frank。于主管，我来介绍一下，这位 Frank 先生是我们医院刚刚从美国请来的专家医生，今天第1天上班。你好，弗兰克，我叫于小强。于主管你好，能跟你同车是我的荣幸。不好意思啊。于主管，我这是第一次来上海，问候我们的同事，请多关照。不好意思。没事吧？对不起啊，弗兰克，你是不是抹香水了？是啊，香水是男人精神的礼仪，也是绅士的名片。小林，停下车。不好意思，弗兰克，我对这个香水过敏，我下去打的。不，我打的好了。不，这个车里面我也待不住了啊。好的。小姐，打车吗？这车也拉人啊？那当然了。你现在早高峰，你上哪儿打车去啊？有头盔吗？没有。那警察会不会拦啊？哎呦，我告诉你，我这车呀走的全是小道，哪有什么警察呀？淮海路多少钱？淮海路30。走了。来，您坐稳了？快点啊！哎，走了。哎，坐稳了。对不起，我知道了。坐。于小强，大家都等着你这位新上任的客服主管发言呢。不好意思，我刚上任，第一次参加例会就迟到了，而且还是这样的一副模样，确实太夸张了。不过，我想我的这个造型还是很适合我的，因为我长得太普通了，我怕你们记不住我。今天第一次参加例会，只有这样你们才会对我印象深刻，见笑了。哎，我想说，我来这个医院3年。从保安、客服管家到今天的客服主管，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领导的栽培和信任，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我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想我现在能够快乐地迎接新的生活，确实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也非常荣幸能与在座的每一位同仁一起成长和进步。我们医院的理念是享受生命的规律与非凡，源于我们对安全与品质的尽心。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医院越办越好，继续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的领先者。谢谢大家。没办
办法呀，我就对那古龙水过敏，我就只好下车了。拦不到出租车，连摩托车也没有，就只好打了辆助动车。一路上被风吹的，头发就像刺猬一样炸开了，一进门被人笑死了。嘿，这有什么呀？就当你是别出心裁，今天专门为他们设计了这么个发型。哎，那男的是干嘛的？是我们医院新聘的美籍华裔的专家。哎，你说外国人是不是都爱喷香水？他是个中国人，叫了个外国人的名字，叫 Frank。你叫我？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喂，那你带毛毛小心点啊，我这边有点事儿，回头我打给你。你要不要我帮你买点抗感冒药？不用了，那个我离你远一点就没事了。真不好意思，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不用的，我过敏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你不用客气啊。那怎么才能表达我的歉意？要不从明天开始我再不用古龙水了。不用，我明天自己带上过敏药就行了。不要因为我改变了你那么多年的习惯，那样我也挺不落忍的。你落枕？我没有落枕，我是说心里挺不落忍的，心里挺不安的啊。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光耀啊，你能不能快一点啊？来喽！来了，把您急的，咱这开车一会儿就到。妈，您今儿穿的可真精神。那当然了，要去见孙子，当然得拾掇啊。跟你到欧洲去了1个多月，少看他2回呀。哎呦，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开口叫人了。你看，你着急了吧？这可是您跟我说的，说这个男孩子开口晚点聪明。你现在比谁都急。去，我那玩具哪儿去？妈，您别怪我多嘴啊。如果今天咱们去了，那孩子还不说话的话，最好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一看。万一那孩子是个哑巴。哎呦，兰心呐，你还真是巴不得我的孙子有点缺陷啊。妈，你误会了，我不是想着这孩子万一有点什么语言障碍，早点治疗不影响智力吗？是，你怎么不是哑巴少说2句啊？行了，你们都少说2句吧。哎呦，好了，哎，怎么着？咱们准备走？对，我拿这个，那个。哎，等一下啊，这小强，哎，怎么着？我来不了了，那怎么办？让鲍佳明带着孩子见我们。好吧。行，那就这样。怎么了？小强说他忙，单位请不了假。不就是妇产医院一职务吗？有什么可忙的？大周末的。你别保人不知恶人饥啊！人家得养孩子，当然得工作。你以为都像你啊，在家里头养尊处优，当个全职太太？妈，我说什么了呀？我说这不是完全为老刘好吗？行了，我也怪别扭的，让鲍佳明带着孩子跟咱们见面，我就不爱见他。那要不你甭去了，我和妈去。不行，这可是去看他的儿子。你去看你的儿子吧，你要不去呀，你不趁着鲍佳明的心了。你就去，你别理他就是了。对呀，老刘，你反正想去见孩子，谁带着去有什么关系，是吧，妈？对，这句话就说对了。走吧。行，走。我拿，我行。请问帅哥，这是你的孩子吗？
当然了。我是申江早报的记者，正在做一个父子主题的摄影展，欢迎你来参加。什么摄影展？父子主题的摄影展。哇，这个宝宝好可爱啊，爸爸也好年轻好帅啊，还能留个纪念呢，多好啊！对啊，来吧。我们摄影展只是亲子活动的一部分，还会上报纸、上电视，将来还要出画册呢。是吗？对了，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哦，还会送你4张照片。来吧，来吧，走，妈妈走。哎，你好，你好，这是我儿子。萌萌，一会儿拍照的时候，我叫你笑你就笑啊。我是帅哥，对不对啊？帅哥。1个多月没见到孙子，怎么订这么个地方啊？妈，这是报价明定的。他说毛毛喜欢吃这儿的菜。行了吧，来，咱先坐下，咱们既来之则安之。我给您叫壶茶，您先喝着啊。那个菜单呢，先把菜点上。毛毛喜欢吃的都点上。这有菠萝包吗？啊，有。小孩椅子呢？叫他们拿一张过来呀。行了，您别这样操心了，待会儿我都给您要齐了啊。玩具呢？毛毛最喜欢的小狗。踏实了吧？服务员。杨飞。呀，嘿。请问可以上热菜了吗？再等一等。好。怎么还不来呀？给小强打个电话，看怎么回事儿。这迟到的时间我得扣回来。你这是看看去，等会儿别着急，稍安勿躁。哎，你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来了。嘿，你这多好玩儿！哎呦，毛毛！哎呦，阿姨你好啊！哎，你好，你好！哎呦，来，看奶奶买的玩具。哎，喜欢吗，妈妈？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我们也来不久。小强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吧？他今天有个会，来不了了。今儿周末那么忙呀？他那个单位啊，没有周末休息这一说。现在他又当了客服主管，就更加忙了。哎呦，升级了！哎呦，毛毛，你看你妈妈多能干呢啊！真是没想到啊！那现在孩子只能你管喽？我哪能管啊？平时都是小管带着他。哎呦，小心小心！哎呦，小心小心！行了，毛毛，奶奶过累了，咱们坐下来吃饭了哦。哎呦，哎，狗狗先给我们收着，先收着。快点伸进去。来，妈妈，哎呦！不要动啊！爸爸先给你擦一下手手。我们吃饭之前要擦手，对不对？要讲究卫生。来，拿左手给我。好，来，我们把这个小熊熊带走啊。小熊。毛毛，你要吃什么呀？爸爸要这个。毛毛会叫人啦？是啊，什么时候会叫的？上回见面还不会叫呢。毛毛虽然开口比别的孩子晚，但是啊，他一开口就叫我爸。啊，再叫一声。哎呦，真乖！他每次叫我呀，把我叫的心都软了。他只会叫爸爸吗？他也会叫妈妈，但是每次开口的时候啊，总是先叫爸爸，再叫妈妈。为了这事儿，小强没少跟我吃醋呢。阿姨啊，我要去买点东西，得离开一会儿，你帮我看着毛毛。好。妈妈要听奶奶的话啊。不好意思啊。哎呦，真乖，拜拜。拜拜。哎呦，毛毛乖，你要吃什么呀？吃这个好不好？没关系，奶奶陪，好不好？真没想到啊，毛毛都会叫爸爸了。不过，他应该叫老刘爸爸才对吧？小孩是要教的，
来，听奶奶话，来叫爸爸。老伯伯。来听爸爸的啊！我是爸爸，叫爸爸。老伯伯。不是老伯伯，是爸爸。老伯伯。哎呀，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啊！毛毛，糖，叫爸爸，叫爸爸，阿姨给你糖吃，好不好？叫爸爸给你糖吃。老伯伯。别难为孩子了，妈，你给他包了吃了吧。奶奶开啊！吃糖哎，我可以吗？啊，你坐吧。谢谢。好了，吃饭。你是在笑我吗？你吃饭烧成这样，会噎住的啊！哎，要不要把刀直接给你啊？啊，不用了，啊，我吃好了。爸爸回来喽！不好意思啊，我去超市买点东西。今天下午那个小强的姑妈要把毛毛接去崇明，我给她带点东西。哦。哎呦，你们都没吃呢，不好意思啊。你要带他去崇明啊？啊。那么远，小孩吃得消吗？他可喜欢去崇明了。小强他爸和姑妈呀，对他可好了，把他给宠坏了。那我也宠他呀，怎么就不让他到奶奶家呢？阿姨，在这儿看不也一样吗？这1个月2次，我可没少你们1次啊。上个月是你们自己放弃的。我住上海这么近，崇明那么远，1个月都去几趟，上海都不来，不公平。行了，阿姨，吃饭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好吧？对，不谈这个了。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妈妈？菠萝包，菠萝包，菠萝包，吃菠萝包好不好？菠萝包啊！他除了叫爸爸妈妈，还会叫别的吗？他可聪明了，我让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来，妈妈，我们叫奶奶。就叫奶奶，再叫一次。哎呦哎呦，乖孙子，哎呦，亮亮，哎呦，漂漂，哎呀，哎，光耀啊，你说这怎么得了啊？孩子就管那个包家明叫爸爸，这往后你怎么认呢？妈，要我看呢，这事儿您不用太着急。孩子今天不是已经叫您奶奶了吗？孩子很灵的，早晚有一天会管老刘叫爸爸的。哎，你别一口老刘老刘的，难怪孩子管光耀叫老伯伯，都让你给叫老了。妈，那毛毛叫老伯伯，跟我叫老刘有什么关系啊？那孩子又不是我教的呀。我看，搞不好今天是于小强故意让鲍家明带着孩子来气我们的呢。
好了好了，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不过这个事儿倒给我提了个醒儿。这孩子长期在他们的灌输之下，将来不但认定了鲍家民就是他的爸爸，而且跟我们会一点感情都没有。光耀啊，周律师2年前说的话你还记得吧？是时候了。周律师说什么了？晚上请他到家里来，你在旁边一块儿听听。哎，光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没什么可说的，没劲，什么都没劲。你们确定真的要打抚养权的官司啊？至少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周律师，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孩子一直管我们家老刘叫老伯伯。我想，如果再不把孩子要回来，他可能这辈子都得管我叫老伯伯了。周律师，之前你说孩子在哺乳期不适合打官司，我等了2年呢。现在孩子终于开口叫人了，却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样下去不行。你给定个方案，看是协商还是上法庭都行。我们一定要要回孩子，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好吧，我知道了。哎，你们家于主管来了呢。赶紧上酒。好嘞。于大主管，要不要我给你捶捶背呀？平生别再惹我不高兴。今天于大人我太倒霉了。又怎么啦？今天我坐单位的车上班，车上有一人喷着巨香的古龙水，哎呀，我都快窒息了。我过敏嘛，万不得已我只好跳下车。跳下车我就再也打不到一辆车了。全医院的例会就我一个人迟到。这人谁呀？他们医院进口了一美国医生，也就是出口转内销，一华人 ABC。但是我于小强临危不惧，力挽狂澜，不乱阵脚，赢得满堂彩。哎呦！我怎么又不敢了？收。今天有惊无险，谢谢小熊、芳芳来为我庆贺，咱们碰一下吧，来。于大主管，我八卦一下，你一个月的月薪是多少啊？1万。谁让你说的？罚酒一杯。啊？才1万呢？那这领导也没什么意思嘛。小熊，你错了，我竞聘这个职务压根儿不是为了钱。眼睛只看到蝇头小利，永远走不出小格局。我们医院目前是本行业中的佼佼者，我在里面学习、锻炼、成长，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我还会继续努力，下一个目标就是营运总监。相信我，有能力，有勇气，什么也难不倒我，因为我是于小强。打不倒的于小强，此处可以有掌声。来，哎呀，还是我老公挺我。哎，包佳明，你完蛋了，你压力大了。家里边有个女强人，男人要是不进步的话，我跟你说会死得很惨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这让他挑，没事。虽然我今天穿了一件红颜色的衣服，但是我心甘情愿做于小强背后的那片绿叶，那个男人。这个造型怎么样？快拍张照。来。哟，我好冷啊，好冷啊，冷死了，冷死了！你还真怕呀？你冷，我给你拿衣服去。好了啊，你们2个人啊，不要在这里恶心了。我有一个重大的喜讯要宣布。怀上了？几个月了？哎，要是女的话，就跟咱们做亲家。哎呀，讨厌了，不是的。我终于在失业2年以后，找到了我的事业新旅程。这个造型不错，需要我们干什么？开口。等会儿你先问他，他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跟小熊呢，我们想开一家烘焙店。这能挣钱吗？哎，佳敏，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刚才小强姐刚说过，
格局要放大。对的。哎，我跟你们说啊，铺面我已经找好了，等开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2个的。必须，一定支持。等等，那你是不是要离开公司了？我跟芳芳要一块创业，对不对？我是今天早上把工作给辞了。不过佳明，咱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了，是吧？这个事你不会生气的吧？那我也太悲催了，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和那朱总斗智斗勇，还有那个妖了吧唧的女秘书。女秘书谁？对，那女秘书的名字才叫好玩呢。哎呦，她的名字叫奇葩。奇葩？这齐天大圣的奇，葩就那奇葩的葩。这是人名吗？这是人如其名，真就是一个奇葩。对，而且据我观察，他就是朱总的小三儿。哎，你干嘛啦？说到小三儿，你那么起劲干什么啦？你看我每次聚会我都说错话，来，老规矩，自罚一杯啊。哎，不好意思啊，但佳明啊，我说真的，你要是那待不下去，尽快出来。你看小强姐现在都能做领导了，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对的，有梦想就去追。来，为我们于大主管干杯！干杯！干杯！洗澡去啊，去交作业啊。今儿咱不做可以吗？不行。南希，这2口子这点事儿，如果变成了交作业，你说还有什么乐趣？现在呀，结果比乐趣重要啊。可我真不想，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孩子管我叫老婆婆那点事儿。所以啊，我们赶紧生个儿子出来，我让他追着你，天天喊爸爸。谁知道哪天能生啊？咱还是先说眼前的事儿吧。我真打起这抚养官司来，你能支持我吗？我当然支持你啊。不过，我觉得于小强根本就不会同意。为什么？你想啊，人家生出来的孩子，人家养了2年，人家会给你吗？是不容易，所以咱们请律师啊。请律师也没用。事在人为吧。那你说的事在人为。嗯。那你总不交作业，我们这儿子哪儿来呀？哎呦，说了我累了，你就放过我吧啊！不是我不放过你啊，是你妈她不放过我。我这要生不出孩子来，一辈子都得看你妈的脸色。你要生不出孩子来啊，我这一辈子得受你们俩的加班气。光耀啊！哎，你下来一下。阿妈，什么事儿？下来再说。哦，我来了。不许去。干嘛你？不让你去。捣什么乱？就不让你去。妈等着呢。别闹。怎么？我叫你下来，他还不高兴啊？没有。您什么事儿？鉴定报告明天一早拿给周律师，这万一要打官司，他是个证据啊。就这事儿啊？那您明天给我不是也一样吗？哎，我怕明天忘了，行吧？哎呀，我无论如何要把毛毛要回来。哎呦，我是不指望兰心了，都已经2年了，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嗨，我们这不是一直也努力吗？他也一直在治疗着呢。哎呀，儿子啊，妈年纪也大了，我也没什么要求了，每天一个人孤零零的对着这个房子，我只希望有生之年能跟我的孙子多聚聚。妈这点心思，你能理解吗？理解，我知道啊，我们努力，好不好？你别急。好吧。毛毛睡着了。
你也睡着了？我没睡着。太好了，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你喝多了吧？对呀。哎呀，我也喝多了。不过我告诉你，肯定是我比你更高兴。你有什么高兴的？你不就是那个小官吗？啊！我告诉你，我的高兴都是因为我的儿子毛毛带给我的。今儿我们跟刘光耀吃饭的时候，啊，毛毛一个劲儿的叫我爸爸，把刘光耀气的呀，一口饭都没吃下去。还有啊，我抱着毛毛在路上走的时候，来了俩女的，哎呀，我本来还以为是星探呢，结果是那什么报社的，他们要举办一个父与子的摄影大赛，免费给我跟毛毛拍照。我抱着毛毛啊，往那一群父子里面一站，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哎呀，美的我呀！老公，我想跟你说句话。说吧。感谢你，我深深的谢谢你。感谢你对毛毛视如己出，感谢生命中我遇到了你。感谢老天 ，I love you forever。我要为你唱一首歌。停，你还是别唱了，你一唱歌，这个意境都被你破坏了。起来，站起来。你干嘛呀？你力气还挺大。呀嘿！你要干嘛呀？我想请你跳个舞。Are you ready? No. We need music. Yeah. 等一下。你要什么样的音乐？什么都可以。一晃2年过去了，毛毛也长大了，叫我妈妈，叫佳明爸爸。我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起点。虽然佳明的事业还是原地踏步，但是他专心致志的当个好爸爸，我感觉很踏实。幸福就是这样的吧，快快乐乐的生活。李总啊，您说的那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这事儿啊，我真做不了主，我得跟咱们朱总汇报一下。那我待会儿给您答复行吗？啊，就5分钟，啊，5分钟。朱总，那个佳明啊，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我有事儿跟你汇报，一着急我就进来了。要不我先出去？啊，不，先谈，先谈。那个启爸，你先出去。记住，以后不要把吃的东西带到我的办公室来。知道了，朱总。来，佳明，来，坐啊，坐。是这样的，李总那边想多要3个返点，我来问一下你的意思。哎，这事儿不着急啊，我倒有件事想找你啊。坐着说。哎，好。小熊走了啊，我的左膀右臂啊，现在只剩你这个右臂了。往后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倚重你。这个我想啊，提拔你做副总经理，怎么样？这么好的事儿，我怕我能力不够啊。哎，你的人品、你的能力啊，我都看在眼里。我太太呀，也经常在我的面前说你的好话。这个想法，我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呢，当初我顾虑到小熊是你的朋友啊，我怕他不高兴，他误会我对你的器重，就没敢提议。现在小熊走了，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原来我今天是撞大运了。
这事我再考虑考虑。李总返点那事儿，你赶紧给我答复啊。哎，走，佳明吃饭去了。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好的。佳明，来吃葡萄。朱总的葡萄我可不敢吃。哎呦，除了朱总，就给你一个人吃。别，我不吃，谢谢你啊。要不我去给你买杯咖啡吧。不喝，反胃。佳明哥哥，你太见外了。咱俩是同事啊，千万别叫我哥哥，我受不起。你就是我哥哥嘛。晚饭我们一起去吃怎么样？要不去唱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就是要你保证，刚才你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老天都看见了。我只知道当别人家小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佳明，你说什么呢？谁是小三呀？我跟朱总是真爱，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份工作。那你就丢得起这个人？于小强，我给你布置个任务啊，明天凡是你经过的书报亭，有申江早报的，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回来。太夸张了吧？不就入选个摄影展吗？整这么大动静，把所有报刊亭的报纸都买回来，那还不把我的腿给跑断了？你这个人就是鼠目寸光啊！我告诉你，你明天去买报纸啊，买进来是2块钱一份。我跟毛毛签了名以后，你卖出去至少是10块钱一份，那一份报纸就可以赚8块钱。你买的越多，我们就赚的越多，这才叫暴利，你知道吗？毛毛会签名吗？毛毛不会签名，你可以代他签呀。你签的名字人家谁要啊？除了我。唉，那你就买一份，就当做个纪念。变得也太快了吧！从1000份一下变为1份，中间有点过渡吗？我又没让你买1000份。你不让我把报刊亭所有的报纸都买回来吗？那也不止1000份啊。哎呀，还是算了吧。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跟毛毛真的红了啊，那我们2个到时候会有多少漂亮的美眉粉丝来追求啊？你怎么办？如果你要是喜欢年轻的美眉，我就把你的腿打断，然后把你装在轮椅里，推着你四处走走看风景。你说的好惊悚啊！我都坐在轮椅里了，那还叫四处走走吗？那分明就是4轮滚滚。轮椅是2个轮子，2个轮子的那个叫自行车，轮椅是4个轮子的，后面有2个大轮子，前面是2个小轮子，小轮子是用来控制方向的。轮椅的前面有小轮子？你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不想坐，你也不许喜欢年轻的美眉。我不喜欢年轻的美眉。我只喜欢你这样的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哎呀，我好困呐，我想睡了。你也别玩太晚了，听见没有？早点睡，吃点葡萄啊。哎，老娘，你真的只买1份啊？我的老娘！师傅，这报纸我要10份。好的。
么大火干嘛呀？有什么事儿不能下班以后再谈吗？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在报纸上秀父子照？刘光耀，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现在家里户口本里，鲍家明就是毛毛的爸爸。毛毛现在的大名叫鲍航宇，鲍家明的鲍。对，孩子在你手里，我没办法，对吧？但我问你，孩子管我叫老伯伯，这是不是你们俩教的？刘光耀，你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我们也不可能教孩子讲这个。孩子现在正在学说话，才2岁多，他也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邻居阿婆的儿子，毛毛围着他的时候就管他叫老伯伯。可能在孩子眼里，像你这种年纪的人就应该叫老伯伯吧。对，我年纪多大呀？我比你这小伙子年纪大多了。你这样说没意思了吧？我的意思，你何必这么敏感呢？何必跟一个2岁的孩子斤斤计较？别这么说，我不是跟孩子计较，我是跟你们俩计较。你替我想过没有？孩子如果长大了，真以为我是他老伯伯怎么办？我是他的亲生父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关于这个，我也想明白了。现在孩子是我和佳明在养着，佳明对孩子视如己出，所以毛毛叫佳明爸爸，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别跟我说这个，如果给我机会，我一定比他强多了。你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什么叫没这机会了？以前孩子小，在哺乳期我可以让着你们，现在孩子都2岁多了，我得拿回孩子的抚养权。刘光耀，我告诉你，不可能。如果我非要不可呢？你给我站住！干嘛？松开我！不松！你松开我！我不松！你放开我！我不放！你等我把话说完。如果你不把孩子交给我，我就跟你打官司。哎，先生，这个对女士客气一点。跟你有关系吗？这是我老婆。谁是你老婆？她是我前夫。不管你跟她什么关系，这里是我们医院，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要不我把保安叫来。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回我儿子的抚养权。你等着律师函。你没事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前夫对你这么不客气，你还对他这么礼貌。我最瞧不起这种对人没有风度的态度。难道没人教他，女人是用来保护，不是用来训气的吗？谢谢你，弗兰克。要是他在找上门，你通知我，我保护你。谢谢。哎，你有没有发觉我今天有什么改变？你没有吐古龙水。你怎么知道的？我没有打喷嚏。看见没有？哼，这父子照都登在报纸上了，你说让我老刘那脸往哪儿搁？还有，于小强凭什么给我儿子起名字姓鲍？而且在户口本上，他和鲍家明写的是父子关系，这个没经过我同意，我不懂这叫不叫违法？可亲子认定书上写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不能视而不见吧？刘总，您看是这样的啊，依照法律来说呢，你们俩已经离婚了，而且他才是孩子的监护人，那么他就有这个权利为孩子起名字，也有权利呢以她现任丈夫的名字登记为孩子的父亲，这可并不违法。我尊重法律。哎，那这么说，我只能是坐以待毙了。刘总，你也别这么悲观，咱们呢一步步来好吗？我不悲观，我一点都不悲观。我就是恨不能飞到于小强他们家，把我的儿子给夺回来。那可就是您违法了，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不违法，你说，我还能怎么办？那依您的意思，
咱们这个官司非打不可了。打。你干嘛？你不是喜欢我吗？不然怎么会求我跟朱总处呢？你想多了。你自重啊！哎，你干嘛？陆佳明，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就算我性感迷人，你也不能对我耍流氓呀！你平时勾引我、挑逗我，我都忍了，现在你还动手动脚，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呀？你说够了没有啊？有种去公安局，你跟警察说去。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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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佳明他非礼我，他是个色狼，我还没结婚呢，现在明日都毁了，你要给我做主呀！啊！佳明，你怎么做这种事情？我没干。啊！你做都做了还不敢认了？你是男人吗你？我要把你拍下来，然后发到微博上去，让大家都来人肉你这个伪君子，让你太太知道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让你尝尝性骚扰的后果。拍啊拍啊！你赶紧拍，一会儿拿给警察看去。别拍了，别拍了，把衣服穿起来。朱总，小敏，来来来，去我办公室。好了好了好了，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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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